美国新任的海军司令部这个司令大概也提到了这个，他也警告说目前台海的确非常的让人担忧，特别从他海军的一个角度来说中共过往一直说我们这个海军舰艇像下水饺一样，这样一艘一艘不断的进入所以的确从现在数字上来看中共海军的这个数目的确超过了美国，所以他们非常的紧张。当然，至于有没有实战经验，至于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些运作的影响，这当然从不同的角度，大概值得我们好好来做一些关注这个部分从您自己本身过去就在中共海军的部分单位服役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现在相对于中共军事海军大力的提升的这样报道的看法？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说这个话，他是有道理的，他是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共，因为中共是个集权国家。他这个造舰在武器这个装备方面，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可以动用全国之力。这个美国呢就没有办法像中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展他的武装力量，尤其是海军、海空军那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从数量上看，光从舰艇的数量上看，这个中共比美国多了大概60艘。中共大概是360艘，美国大概300艘左右。但是吨位上来讲，中共比美国还差了100万吨，因为中共大概是250万吨，美国大概是这个350万吨，因为美国的军舰大。中共呢舰艇虽然小，因为中共一直以来，它执行的是近海防御，它不需要造很大的军舰。你比如说它的这个护卫舰，056，022，这是很小的舰，它近海防御，它主要的执行的是以多胜少，以快胜慢，这个运用这个东西，它是近海防御嘛，它不是远海作战。美国执行的是全球战略，这个不一样。当然，你说除掉这个装备，这个军事装备就是军舰和飞机不能单单的拿出来作为军事力量的这个单一的目标，它其实里面还有8大因素，我们已经这个在研究的时候也看得出来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不是说你多少性能问题。指挥作战的这个信息化，军兵种的协同能力，导弹超视距的打击能力，战场态势的控制能力，电子网络战的战术手段，就4位一体的综合打击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这8个方面综合的考虑武器装备的作战效率。所以在这后面这个几个方面呢，中共是比不上美国的，主要的是中共自建政以来就没有打过像样的海战，它这上面基本上等于0，没有打过战，就是没有打过这么像正规的这种海战，它没有经验。除了这8个方面有跟美国比起来，它有相当大的差距外，它主要是作战经验还不足，这是。考虑到武器装备的这个方面，如果说美中之间现在开战，那中共就是被动挨打，毫无疑问是被动挨打。但是战争呢，往往不是说武器装备能，它的胜负不仅仅是武器装备能决定的，真正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呢是人，不是物。从这个军队的这个作战信心这方面来说，中共解放军根本就不如美军，因为解放军现在普遍的，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在研究解放军到底怎么样，实际上他不怎么样，他这个习近平基本上都表面上听习近平的，而且内部对打台湾的问题上，他们没有多大信心，因为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啊，又有美日协防，台湾的现在防御能力又这么强，风险太大，这个打得不好，就小命就没了。这个是主要这个从这个士气和战斗意志方面来讲，解放军根本就不如美军。美军经历过多少战争呢？美军的士兵真的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保卫民主自由啊，从各个方面，它的战争是一种正义的战争。然而解放军这边呢，它只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军队，它是为了它整天的应付是怎么样保共产党这个政权，怎么样应付党内这种斗争。所以中共的军队呢就是美国这个海军部长讲的这个话呢，当然他从装备上说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中共跟解放军跟美军作战，它是常规作战方面它是不可能胜利的，就是说这一点可以定性。但是美国的部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才说了，中共虽然目前经验和各方面的不足，他在加速的这个准备。你看他为什么这一段时间近2年来为什么频繁的组织演习？他就是在练习各军兵种之间的协调、指挥、信息化。他就是在练这个，你别以为他就到台湾来转转，就是他在练习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他的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长的说这话呢有的人说是想从国会多拿点钱，当然这个肯定是要多钱嘛，对吧？你没有钱，你没办法去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嘛，啊？但是呢，军人们宁可把这个危险性讲得大一点，防患于未然，对吧？考虑问题从坏的方面考虑，但是就是双方来作战的，如果作战的话，中共不会傻到跟美军点对点作战，他会有他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手段，就是军事上有一种讲法，就是一优胜劣，无有一己之长，击地之短。你不能说解放军这么个状态就没有自己的长处了，他的长处是很多的。所以说美军到中国附近来作战，这个美军的装备的优势就大打折扣了。